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先幫我點個讚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歡，可以幫我訂閱、開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。影片中介紹的景點跟餐廳連結都幫大家準備好，放在資訊欄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雙人許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有追蹤我們 IG 的朋友應該知道，我們前陣子不請假，週末快閃了沖繩一趟。畢竟距離上一次來沖繩已經是1年前，真的非常想念充滿度假感的沖繩。由於我們這一次只有一個週末，我們就沒有跑太遠，也沒有安排景點的行程，主要就是在國際通附近逛逛、吃美食。今天這一集將介紹8間國際通周邊社群討論度跟評分都很高的美食。如果準備要去沖繩玩的你，這集一定要看到最後哦。第一間旅程結束時的早餐，是一間主打沖繩在地食材早餐的文青系早餐店，強調讓旅客在離開沖繩前，用一頓充滿沖繩風土的早餐替旅程畫下句點。像是有茶泡飯、烤飯團茶泡飯，每天限量的店內招牌日式早餐定食，也有烤飯團味噌湯的套餐，基本上就是很日式風格的食堂早餐。人氣必點的旅途終點的日式早餐套餐有白飯、生蛋、納豆、鮭魚、味噌湯，另外還點了烤飯團、沖繩豆腐海藻湯套餐，同樣也是有鮭魚、一碗很像豆花的豆腐湯，以及一顆現烤的飯團。桌邊都會有每個套餐的吃法介紹，雖然只有日文跟英文，但看圖片應該蠻能理解的。第一吃是先從白飯。他們家白飯很特別，是有用土鍋去煮的，炊煮這個白飯。老實說，我吃不太出來土鍋煮出來的特別度在哪裡。我覺得它的飯不是黏哦，是濕濕的飯的感覺。第二吃是它的蛤蜊味噌湯，非常非常多的蛤蜊。它不是走比較鹹的味噌，它反而是真的是那個蛤蜊的那個海鮮的味道會跑出來。這個很好喝。這個主食呢，就是有一小片的鮭魚，然後這個鮭魚也感覺就是現煎的，試試看，很香的鮭魚，吃得到它微微那種炙烤的醬的味道，不會很鹹，我覺得味道剛剛好，很好吃。再來就是把它準備的生蛋跟納豆，然後海苔一起拌進去飯裡面吃。它吃起來就是像 TKG， 就是生蛋拌飯的感覺。可是因為多了納豆的點綴，其實本來納豆不是會有一個很濃的發酵味吧？它反而沒有。就是吃起來是一個很順口的飯。再來是烤飯團，它的烤飯團真的就是他們現場在鐵板上面去制的，它的外面有塗了醬油再去烤，所以你一咬下去的時候是濃濃的醬油的香氣。就鹹度有一點點高一點點，可是我覺得很好吃，很像我們的醬油拌飯的。我原本以為它外面會有那種鍋巴感，結果還好，就是蠻容易就化開的那一種。但是老實說，他們家的飯真的是偏濕，比較不是那種粒粒分明的感覺。它是沖繩的豆腐，然後配上這個應該就是海菜吧。豆腐本身的豆味很香，它的最主要的味道都來自於這個海菜，它海菜的味道佔了蠻大的比例。不會討厭，是好吃的。必須說實話，如果你本身是跟我們一樣很喜歡日常的日式早餐的食堂的料理的話，我覺得它是很適合的。不管是納豆或者是那些鮭魚，其實我覺得你可以感受得到，它其實在調理的味道都是盡可能去用它食物的原味去展現，吃起來的感覺，不管是飯糰或是那個納豆飯，我都蠻喜歡。也確實，我們在它的 IG 上面有看到，它在7月底，2026年的7月底，他們這邊會先休息，所以說它可能會移轉到美容橋點，或者是有其他新的據點。那到時候我們會再幫忙關注一下新的據點在哪裡，我們再跟大家分享。我蠻推薦大家早餐來吃這個，我真的覺得很不錯。這間 Liter 是2026年剛入選塔貝綠谷百名店的日本漢堡百名店，一走進店裡就能感受到濃濃的美系餐廳的感覺。不過這家最特別的就是運用沖繩盛產的各種熱帶水果加入漢堡當中，像是有葡萄柚可可漢堡、酪梨漢堡，甚至很難想象的鳳梨漢堡跟香蕉漢堡。這種吃法在其他地方還真的不容易遇到。這次點了人氣很高的酪梨漢堡，除了中間有夾了厚厚的牛肉漢堡排之外，鋪滿了厚厚一層的酪梨。再來就是很難想象的香蕉培根漢堡，運用花生醬搭配香蕉跟培根漢堡排，能衝撞出怎麼樣的風味呢？立馬來吃吃看。首先，
麵包很好吃，麵包很好吃，中間的肉感真的很滿足。那我覺得它的吃起來會有一個甜甜的味道，我覺得它的味道就是來自於它的那個醬，香蕉好好吃哦。我覺得它就是一個你吃到第3口、第4口的時候開始有層次了，那個層次就是你咬到香蕉之後出現了香蕉的味道，又跟中間的肉合在一起，然後又會有花生醬最後跑出來。然後是那種微微的點綴型的花生醬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再來是我很期待的酪梨，我自己在台灣吃這種美式漢堡，有酪梨我一定會點酪梨，我來吃看看日本的處理如何。麵包依舊超好吃，我覺得酪梨確實就是一個點綴，幫助這整個變得清爽一點。可是我覺得它有一個重點是，它有一個 BBQ 醬，它這個吃起來我覺得鹹度有稍微再高一點點。但是當你覺得鹹的時候，酪梨馬上就出來，又壓掉它的那個鹹度，那個清爽感又會跑出來。我覺得如果愛吃酪梨的這一個，你應該也還是會蠻喜歡。我覺得它表現是有中上的，它旁邊還有這個馬鈴薯條，這就是美式餐廳會出現的那一種薯條 ，potato 的那種感覺。這好好吃哦，好像可以加點胡椒鹽。來沖繩，大部分的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沖繩麵，但這一次我們反而找到這家位在英坂劇場附近，在 Tray 上討論度很高的山樂蕎麥麵。這間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使用真正的石歌蕎麥制作，雖然制作難度也比較高，但吃起來的蕎麥香氣也會更濃郁。店內有提供冷的版本，也有不同的口味跟配料可以選擇。這一次就點了 Tray 上推薦必吃的冰鎮天婦羅蕎麥麵套餐，以及熱湯版本的鴨肉南蠻蕎麥麵來吃吃看。它很特別，我当时會選這間，就是因為它店名就叫做石歌壽吧。它的麵體是完全用蕎麥粉下去製作，沒有摻雜麵粉。然後我們以前也有試過石歌，覺得很好吃，我們就來會它。麵體的顏色確實是比較深一點點，看起來是很有嚼勁。一樣搭配它的蕎麥的 sauce， 石歌吃起來的那種咀嚼度跟咬勁就很夠，在咀嚼麵的時候，其實可以咬得到那個蕎麥香的感覺。然後它的 sauce 我覺得算有點偏鹹口一點點，很長的炸蝦。它天婦羅就沒有給蘸醬，它是加鹽吧？確實要沾點鹽。我覺得它本身沒有什麼鹹度，它的炸衣是偏軟爛型的炸衣。老實說，我沒有很喜歡它天婦羅的粉，它的炸衣我沒有很喜歡。南瓜就是吃得到它本身南瓜的甜味，但是我覺得它的炸衣不是你喜歡的，真的不是我喜歡的。熱麵的版本，我們來吃吃看。熱麵的麵也是好吃，可是因為畢竟泡過湯之後，我覺得它的那個 Q 勁有稍微不見一點點。比起冷的，我覺得冷的 Q 勁還是比較強，是很清甜的湯，昆布湯底的感覺，喝的每一口都會一直有回甘的感覺。這麼厲害，我覺得很好喝。鴨肉算是也有一點點厚度在哦。它不是走很嫩的鴨肉，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鴨肉的感覺。我覺得它還是厲害在它的麵跟它的湯。我們這次就是想要嘗試一些在沖繩比較不一樣的東西。如果你是也很想要吃看看蕎麥麵的，我是覺得，因為畢竟沖繩有名的是沖繩的壽把。那我覺得如果你已經吃過沖繩壽把，你想要吃吃看其他的東西，我覺得這個蕎麥麵不會踩雷，是好吃的蕎麥麵。但是不要點天婦羅，我覺得點麵就好。這間黑糖煎仔專賣店是近期在國際通周邊新開的冰店，最大的特色就是運用沖繩多良煎倒黑糖加入剉冰，再搭配削得像雪花一樣細緻的冰體。口味選擇上並不多，像是有草莓、紅玉、牛奶、火龍果、抹茶、焙茶等等。這次人氣口味倒草莓黑糖剉冰肯定要點起來，看起來就超消暑的，对吧？我們來吃這個草莓冰。它其實是剉冰，外面就是有很多的草莓醬的感覺。我以為它的草莓會是甜的，就它的草莓是真的酸欸，就是很像在吃草莓本身的那個酸的感覺。我剛才吃的第一口也會是以為它是那種就是草莓果醬的那一種，很甜的草莓果醬。對，但不是，你會覺得它是認真用草莓煮成這樣的感覺。對啊，它中間還有奶油，所以其實你不會一直吃到原味的冰的感覺，會一直有很多口味上面的轉換。它有做小巧思，这家很特色就是它在底部啊，其實還有藏了他們自己熬制的豆子。我們台灣的那種剉冰，這種大豆不是都會已經就是煮到很綿密嗎？
沒有，它就是一顆豆子啊，它是一盒豆子，对，不是棉。所以我刚刚有點嚇到，跟我預期的有點微微的不一樣。但蠻特別的，就是會多一個口感的感覺。就是湯圓在這邊，白玉很正常，是想象中的味道。對，就想象中的味道，很 Q 彈，很好吃。這間就蠻適合你在平和東這邊逛一逛，尤其是最近天氣很熱，你想要坐下來休息一下，吃個冰，我覺得它是 OK 的。它的草莓是真的蠻深得我心。然後比較特別要提醒的是，它就是一人要點一個冰。你可以點一個冰配一個飲品。对，一人要點一個商品。說到沖繩傳統美食，有一個當地人從小吃到大的經典料理，而這家位在福島通的花商就是吉媽米豆腐專賣店。據說這款豆腐過去曾經是琉球王朝時代的高級宴席料理。這家除了提供內用之外，也是許多遊客會不斷回訪來外帶回家吃的店哦。它其實小小一個，我們刚剛想說要拍特寫的時候，我們就想說，它的那個質地非常特別，很像麻糬，真的 Q 彈 Q 彈的。那它很特別，就是內用呢，這邊有一排的醬可以用，就是瓦薩比、黃豆粉、鹽，然後這個是黑糖跟甜醬油，我們就每一個都來沾沾看，來吃吃看。我們先吃看看原味，跟我們想象中的豆腐的質地非常的不一樣。我覺得它已經瀕臨到有點像麻糬。你不跟我說它是豆腐，我會以為說，我就吃麻糬嗎？這個是甜醬油風味，有像吃皮蛋豆腐的感覺嗎？沒有，但是它甜醬油很好吃，黑糖感覺可以多一點，因為黑糖本身比較甜，我覺得搭配起來蠻正常的。甜巴会不會是鹹麻糬？鹽，加鹽的感覺很好吃，就是你本來就想象得到，它如果是豆腐的話，本來就是鹹的味道，所以我覺得鹹的很合理。來，最勁爆的是瓦薩比，我沒辦法想象這個東西跟瓦薩比耶，很奇妙，瓦薩比不行。我覺得好像可以直接吃黑糖加黃豆粉。我覺得黃豆粉是安全，鹽我覺得也 OK， 我蠻喜歡鹽味的感覺，但我覺得就是加甜醬油或者是黑糖蜜，我覺得都很好吃。但如果這5個比起來的話，我最喜歡的是甜醬油版本。反正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可以來吃一下、體驗一下。不得不說，我覺得它的豆腐真的跟我們吃到的想象中的質地是不一樣，所以我真的此生第一次吃到這種。這家在福島通上的南島治果，創立至今已經超過90年，是許多沖繩人從小吃到大的老字號。店內販售的不是一般觀光的伴手禮，而是許多保留下來的琉球傳統糕點，像是光餅、昆布餅以及各種古早味的和果子，到現在已經越來越少見了。這一次就買了一個大片的光餅來吃看看沖繩的古早味到底如何。它有分小的跟大的尺寸，我們買的這個是大的，然後它的外皮感覺就是有厚厚一層的餅皮在外面，然後中間有它的餡。好，试試看老一輩喜歡的那種糕點感，然後它中間是芝麻，然後豆沙芝麻的感覺吧，芝麻的顆粒很明顯，芝麻的香气也很夠。对，應該說它就是一個糕點款，它需要配茶的那種，所以它吃起來整個感覺是比較乾的。可是它的外皮啊，你第一口咬下去，第一個觸感會是很乾很乾，但是你慢慢用咀嚼過它的之後，它會變成鬆開的那種。我覺得吃到後面不會覺得它一直很乾，它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。然後這個也是它琉球王國時期的時候就很有名的果子，我覺得蠻值得來吃一個來體驗看看。說到沖繩的國民點心，就不能不提在平和通上鏈接的松原屋治果。這間店主打沖繩甜甜圈，有蠻多種口味，像是芝麻、南瓜、香蕉等等，是一個非常適合買來當飯後甜點的小店。這次就買了一個很經典的白糖口味來吃吃看，它拿起來的感覺就是那種很扎實感，它感覺裡面是很鬆軟的嗎？還是很乾，超乾？我只有一個乾字形容。它的甜度是因為它是白糖，我覺得它的甜度是剛剛好，但它真的很需要配茶或者是配個什麼喝的，因為真的單吃太乾了。我也不愛，因為太乾了。但因為我們上次來沒吃過，所以我想說我就還是要吃吃看。對，這個真的太乾了，我不喜歡。來到沖繩肯定要吃一下阿古豬，這次我們找到這家西馬布塔，入座後掃描 QR Code 手機點餐，可以用手機內建的翻譯成中文。
這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提供阿古豬火鍋以及阿古豬炸豬排的選擇，一次2種不同的料理可以一次滿足。這次我們就點了火鍋加炸豬排套餐，套餐有包含肉盤及菜盤，同時還有3種不同部位的阿古豬炸豬排，同時還有阿古豬的沙拉以及可以無限續吃的小菜等等，非常澎湃的一餐。它的里脊呢，感覺也是走這種比較厚切的路線，皮我不覺得它很厚，偏薄款，它是肉感比較強烈的里脊款，比較沒有什麼油脂感，所以咬起來就是滿滿的那種肉質的感覺。但是第一口咬下去，我是覺得蠻嫩的，就是它本身豬肉的那個味道是比較重一點的，但是我觉得它炸皮也 OK， 處理得很剛好。第二個這個比較特別。它中間是把肉片然後捲起來之後再進去炸，所以就會有那種一層一層的感覺。我不太確定它中間的肉片用的是不是五花肉片。我一咬下去的時候，其實是油噴出來的感覺比較重，吃起來也沒有所謂那種一層一層的感覺，其實就是比較沒有這麼有肉感的豬排，但也是好吃的。第三個是豬的炸豬肉餅，它就會很像我們以前常常去什麼商店街，然後不是都有那種豬肉鋪，然後他們不是都會賣一些就是自己的炸物嗎？它其實就是豬肉泥，然後中间是有洋蔥的，所以吃起來是有帶有洋蔥的甜味之外，也會有豬肉的味道，然後整個吃起來很好吃。沾一下它的豬排醬，我原本以為它的豬排醬會很鹹，但我覺得還好，它是鹹中帶甜味的。它套餐是還有一個豬肉沙拉，然後可以看到有像豬肉片，然後沙拉在上面，它就有點像我們的豬頭皮的感覺，但是它其實是很嫩的豬肉。然後它比較特別的就是呢，旁邊其實還有一些這種小菜是吃到飽的，你可以自己去裝。這個是泡勝醃蘿蔔，你要吞進去之前的那個泡勝的味道會跑出來，很好吃哎！我沒有想過泡勝可以醃蘿蔔啊。確實一開始在吃的第一口會有點小嚇到，因為它的酒味是會噴出來的。它還有一個像豆花的感覺的豆腐，然後它是熱的豆腐，好奇妙哦，加薑的感覺很像在吃豆花哎，就是薑湯的熱豆花。但它的豆腐是正常，吃起來是好吃的。但是我覺得看你喜不喜歡，因為我是不吃姜的，所以我沒有很愛有姜味的豆花的感觉。再來就是這一鍋重頭戲，第一步是先把這些蔬菜都先放進去滾，然後可以先吃蔬菜。然後它是會給1碗的阿古豬火鍋的 sauce， 我們來沾下去吃。它的鹹度完全來自於這個壽司。如果你本身不是吃比較重鹹的話，其實我覺得你直接吃，其實我覺得它的口味算是偏清淡。但是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比較重口味的話，就是這個壽司就一定要沾，你才會覺得有味道。阿古豬其實這個分量沒有很多啦，大概6、7片。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有 Q 勁、很 Q 彈的肉質，它沒有像松板豬那種有點微難咬的感覺。可是它就是那種 Q 彈之中又帶有那個油脂會散發出來，然後又會吃得到有一點肉感，很好吃很奇妙，說不上來，就是你在咬的時候那種彈彈的感覺，很好吃跟一般的豬肉嚼勁不一樣，它的豬肉跟炸豬排的那個捲的豬肉的口感又不一樣。對，這個很好吃。它的套餐你可以選擇你要白飯，還是你要煮成粥，就是雜炊，或者是你要沖繩麵。然後我們就想說，好，煮個粥再吃吃看好了。我们刚刚他在煮粥的時候，猛然覺得我們會不會把這一餐吃得太韓式料理？韓式料理不是最後都要吃粥嗎？你剛剛煮的火鍋的湯底，然後去加白飯，然後再加上蛋去煮成了這個粥。我覺得他有加那個海苔去點綴它的香氣啊。就是因為加海苔，所以才更韓式啊。對，但是我覺得是可以想象的味道。你今天在台灣吃火鍋，然後你最後留一點湯，然後把飯加下去煮，應該也會是這個味道。米粒去吸了高湯的那個感覺，確實會忍不住一直想要吃。當時我們會選這間，就是因為想說可以吃這個套餐，它的套餐會包含火鍋跟炸的阿古豬，是我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。老實說，我覺得阿古豬火鍋的部分表現也算不錯，只是說肉的量沒有到非常多。不過我後來吃到後面也會突然覺得，其實阿古豬很難一直吃
我其實吃到第3片的時候，我就已經覺得它有點油膩的感覺。所以其實我們之前也有查到說什麼有阿古豬吃到飽，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蠻大的挑戰。但是整個吃下來，我是覺得是好吃的，可是不會讓我再想要回來吃一次。如果以我自己來講，我就覺得我已經吃過阿古豬這個東西了，但我不會特別覺得我好想要再吃阿古豬的感覺。目前這間店給我的感覺比較是這樣，所以如果假設你們有吃到，就是很推薦，很想要再回味，我其實可以推薦給我。我覺得我下次想要去試試看別家阿古豬。下一集我們將帶大家一起展開一場國際通尋寶之旅，在國際通周邊的巷弄裡面到處亂逛，到處探店，沒想到還真的被我們挖到不少的寶藏小店。從特色選物店、復古小店到讓人忍不住失心瘋的玩具店，每一家都讓我們逛到忘記時間。敬請期待下一集的國際通逛街攻略咯。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，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、按讚並開小鈴鐺，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。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